这让我想到啊，就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时候，美国社会科学界提出过一个理论，叫现代化理论 （Modernization Theory），一度很流行。就是这个理论认为说，全世界各国早晚会走上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那么这个流派的看法后来慢慢就衰落了，因为事实证明，这个能够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在亚洲是比较多的。当时四小龙包括台湾就被认为是现代化的模范，但是不是所有国家都最后证明他们能现代化，有的它就是现代化不了。特别是在非洲有很多国家，它就永远走不上现代化的道路。那么在亚洲国家也有的国家没办法现代化的，阿富汗就是这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因为这样的国家就没有办法现代化，它就是总是陷入内乱、族裔斗争、腐败和混乱。那也许可以说，非洲一些落后国家这个开化程度比较低，没办法成为现代化国家，这可以理解。那么在亚洲呢，阿富汗是怎么回事？阿富汗是个很复杂的一个情况，就是它的都市像首都，那么它有那些受过教育的，甚至上过大学的，愿意拥抱现代文明的人，也是比较世俗化的，对这个伊斯兰宗教没有那么强的信念，也不见得感兴趣。但是它的乡村里也有大量没受过教育，是在族裔战争中长大的小孩子，而这样的人反而人数更多。那些住在偏远地区，曾经他们的父辈曾经是当这个反对苏联占领军的游击队的这些人，他们和他们的后代，现在后代也长大了，这些人一辈子除了开枪只会抢劫，这就是他们的谋生方式，他们就成了塔利班的社会基础。结果就像上个世纪前半段中共在大陆造反的时候一样，一大批穷人，农村的穷人被煽动起来打仗，那么最后动摇了国民政府。那中共呢，是用阶级斗争去煽动这些农民，无知的农民、文盲们。那么塔利班呢，是用伊斯兰教义去煽动同样的人，两者在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而且塔利班和中共啊有一点一模一样，就是他们只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你看到塔利班的人都是手里端一支自动步枪，到哪里都是一支枪，所以你可以把他们和土匪和山大王什么连在一起看。当然塔利班也有一点和中共不同，那就是说中共当年在中国大陆造反的时候，反对国民政府的时候，他上面有个大老板苏联在摸他的头，在给他钱给他武器。那么苏联也是管着他的，他要中共学的现代化，当然不是西方的现代化，苏联要他学苏联的现代化，苏联模式的现代化。塔利班上头是什么东西呢？是那些原教旨伊斯兰教派的训导，教他们怎么样仇恨现代化，要恢复古老残酷的伊斯兰统治。所以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阿富汗原来那个垮掉的政权，如果说它消失了，那剩下的问题就是塔利班这个政权能不能让这个阿富汗恢复和平和秩序呢？我觉得蛮难的，因为我前面提到过，阿富汗的族裔对立和武装冲突啊，不会因为塔利班再度夺取政权的自动消失。因为这种冲突主要是这个原教旨伊斯兰教派控制的这个塔利班势力，他们在宗教和族裔上和北部、西部的乌兹别克族和塔吉克族有很大的冲突，双方人数呢大体上是4:3，所以也就是这个塔利班的人口也不比反对他的人口少多少。那么现在这个北方联盟就是乌兹别克族和塔吉克族呢，就反对塔利班的普什图族的人，现在是逃散，但他们是带着武器逃回家乡的。也就是说，接下来他们还会和塔利班之间继续内战的。那么塔利班重新夺取政权以后，他会怎么做？他从来没有讲他要放弃他的这个伊斯
意识形态或者是伊斯兰宗教。那么如果他继续他的宗教，按照他们的伊斯兰法的一些做法，那么他就会去照样的打击那些这个通常由世俗的受过教育的现代精英。比方讲，他们现在明确了，他们要打击记者、法官、主张和平的人士，还有居然能够身居某些职务的女性。就在他们心目中，在按照伊斯兰这个法典，女人是卑微的，是附属于男人的，他们不能够骑在男人头上。所以像这样一个粗俗野蛮的伊斯兰法支配的一个这个游击队团体，那么他们呢要想继续统治这个阿富汗，他还会用伊斯兰法来统治社会。那么按照这个法律，你要是杀人犯被定罪，那就处决；通奸被定罪也是处决；盗窃被定罪是砍腿砍手。那么男的必须留胡须，不许刮胡子；女的必须穿全身的罩袍等等。还有呢，塔利班可能再度禁止像电影、电视和这个音乐，而且会不允许按照他们那个伊斯兰法典10岁以上女孩不许上学。在一个经济上塔利班政权除了继续贩毒、种毒品以外，他没有其他能力恢复经济。再就是他会想要中国公司在阿富汗交纳更多的钱，因为中国公司在那里开矿，为中国获得各种矿产资源。那么目前在塔利班因为刚刚进城市，所以他们还要想取得国际承认，所以他会暂时改变一下策略，稍微收敛一点。那以后会怎么样？估计他又会回到过去的做法。那么这样一个政权呢，他和中共和俄国能成为朋友吗？其实不是啊。中共和俄国都是把塔利班看作是个麻烦。那么对中共来讲，他是担心说塔利班政权会保护在新疆逃过去的那些流亡者，同时他也担心塔利班的宗教影响通过边界传到新疆去，因为阿富汗和新疆之间是有一段边界，是中共的边界。中共是严密防守的，防的就是塔利班的影响力。那么对俄国来讲，他会很喜欢塔利班吗？更加不会了。塔利班当年就是苏联在阿富汗的敌人啊，这个是美国扶持起来的反对苏联在阿富汗统治的敌人，他们中间怎么会有这个信任呢？不可能有的。何况还有几万苏联士兵是死在阿富汗塔利班势力的手里头的，所以他们又是杀害苏联很多军人的刽子手。那么今后他又可能在内战当中压迫那个像他们北方和西边的这个塔吉克族和那个乌兹别克族。现在他们这个垮掉的政府的总统好像就逃到了塔吉克斯坦去了。那么所以从塔利班作为一个中俄边界外边的一个 trouble maker， 一个麻烦制造者，他是中俄两国必须同时防范的对象，但是绝不是一个可以信任的朋友。那么中共和俄国会不会在经济上大力扶持塔利班呢？应该也不会，因为中俄两国都非常清楚，阿富汗这种势力，各种势力，还有阿富汗的经济是无可救药的。如果给予大量经济援助，可能不过是把塔利班养壮，那丝毫不会改变他那个麻烦制造者的角色。何况呢，这样的经济援助可能是一个无底洞。相反，塔利班政权会用这个制造麻烦来勒索援助他的国家。比方讲，如果中共要援助他，他就会勒索中共。所以中共也是非常小心的，不想惹翻他，但是也不想真的去帮他，更不可能信任他。那么苏联呢，已经在阿富汗吃过大亏的。我前面提到过，苏联是派军队进入阿富汗，然后占领了若干年被打跑了。所以俄国应该不会再重犯上次犯过的错误。那么中共也明白苏联在阿富汗是吃了大败仗的，这种教训明摆着，中共还不至于笨到说他要来学一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塔利班啊，它仍然是一个国际乞丐，内乱重重，这个所以它也不会发挥什么国际作用，它就是一个这个麻烦制造者。它会不会得到国际承认呢？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国际社会其实很清楚这个组织这帮势力的面目，也不会被他几句外交语言所欺骗。所以接下来西方国家是会盯住塔利班政权的所作所为，看他的各项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违反人权准则，然后再考虑怎么对付他。